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那如果你是我长期观看我频道的观众的话，那你可能会发现我最近呢都很少的去更新视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呢，我也很少更新了。那可能大家如果有人好奇的话啦，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我最近呢，我太太就提醒我说：“你太久没有出现在大家眼前啦，那你应不应该去拍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或者交代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我今天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来拍一个视频来跟大家回答一下可能大家会有的疑问啦。那如果你还关心这或者还有关注这个频道的话，好，那我就会通过好几个问题来回答啦。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视频呢？如果大家看我上一个更新的视频是在2月14号，那这个呢已经在超过1个月前的视频了。那如果说我本身拍视频的话，其实我更早以前就没有在拍新的视频了，因为2月14号是已经剪辑过、edit 过的 video 然后上线。那其实呢，我更早以前就很久没有拍视频在镜头前跟大家做分享了。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那其实有好几个理由啦。首先第一个呢是当然因为新年期间那所以呢我的很多时间呢都安排去在那些新年的一些安排还有活动上啦。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新年的时候那我记得大家如果大家有记得在上一个月份的运势视频的时候，我有提醒大家要照顾好这个我们的健康，尤其是身体上半部的健康的话，那我本身呢就是有了这个问题。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呢，我在新年开始就不断的咳嗽，那我几乎咳了几乎1个月。那最近呢，今天才开始比较好了，没有再这么容易的咳嗽，那偶尔还是会有啦。所以呢，我就说那倒不如就用这个时间先休息吧。那因为呢，我接下来的第3个理由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频道呢，或者我在拍视频给大家呢，其实是面临了一些的可以说瓶颈嘛，也不能说瓶颈啦，而是我更加的意识到我自己本身要的东西是什么了。那我在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感觉我拍的视频或者我的内容呢，都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用回同样的一个方式，在跟大家做分析做分享那当然我自己本身呢也知道，有一些内容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嘛，他可能第一次来到我频道，那他就会觉得这个说法很新鲜或者很好，那所以对一个新的观众来说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已经看了我频道有好几年了，然后那我自己本身在做的时候我也开始都感觉非常的有一种枯燥感，没有任何的前进或者一种新意，没有一种创新了。所以呢，我有一点感觉是我不想再拍这样子的内容，我感觉很局限着我。那很有可能是就有一种我自己建立下来的一种风格，我自己建立下来的一种方式我反而自己局限了自己。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时常都有提醒自己啊，你看那个其他的博主啊，其他的 YouTuber 啊，还是其他的老师呢，他们可以做同样的一个事情呢，做很多年，他们不断的重复。说同样的讯息，或者不断的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才会这么成功，对吧？因为你只要同一件事情呢做得够久啊，那你也可以成为那一个领域的一个代表，或者某一个风格的一个代表，是吧？那我当时呢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我之前都是有想法，就是说我只要坚持不断的持续下去。做一样的事情的话，我总有一天会达到我要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但是在去年年尾的时候，我就开始真的觉得这个呢是在怎么说呢，抹杀了我。OK， 我感觉我做的内容呢，我已经开始没有跟他有太多的共鸣了。简单来讲，就有点像我为了做而做，我为了讲而讲。那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前面有没有这种感受啦？那因为很有可能呢，你们感觉还是哇很好啊，还是说得很有趣啊，很新鲜啊，还很不一样啊。那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开始没有那个共鸣了，我没有感觉这些内容啊是我想做的啦。那接下来第4个理由呢，也是为什么会开始这样的感觉啊，也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接触了更多除了所谓命理风水以外的东西。那这其中呢，包括教育，包括饮食，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的所谓的环境，大自然环境这些。那大家可能听到说，哦，那不是跟命理很不一样吗？那其实不一定。我在接触这些的时候啊，其实都是以一种非常能量，或者非常回到根本的一种方式去了解这些事情了。那所以当我在非常投入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又感觉好像跟我的命理啊有一点的距离，但是他们又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有一种好像关于能量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状态。那它这个食物呢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反应 ？OK， 那这个能量呢，我们也可以用好像阴阳或者五行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它。那当你吃进去这个食物的时候，或者你用某一种特殊的烹调方式，让一个食物啊变成五行或者阴阳是非常平衡的话，我们吃进去，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那其实呢，这些呢都跟我在这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呢，我在幕后啊，我可能没有分享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不断的在去深入了解这些，因为这些呢是我过去啊没有接触的，我有偶尔听过，但是我没有真的很深入的去理解，然后也感觉跟我的命理啊，原本的命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我就有一种好像一种距离。有一种我在荧幕前呢，我还是继续的谈这些命理，但是我背后呢在做这些研究。那当然也不是说我完全呢就不搞命理啦，或者没有去学习任何命理的东西。其实我还是有，我同时间呢都有在做这些事情，只是呢我花更多的时间呢去思考，还有去学习这些我们生活里面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我们的饮食、食物、环境，还有对孩子他们的一个教育，其实呢，我不断的在思考，我们到底要怎样做一个更好、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然后我们去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样子。因为相信大家有看我频道很久的话，都会知道，我从来呢都不是拿命理或者风水这些工具呢来
预测太多东西，我更多是以用这个方式来提升自己，来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让我们通过这些工具呢得到一些 insights， 我们得到一些讯息，还有一种看法，然后我们要怎么做？不好意思，来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好，然后去达到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啦。所以呢，结合这所有的这些理由啊，所以呢，大家会看到我的这段时间呢，没有任何的视频更新啊，就是这些理由啦，这些理由的一个综合的结果，这样子啦。OK， 好，那下一个问题呢，那大家可能就会好奇啊，那如果我没有拍视频那我到底在做什么呢 ？OK。好，那就像刚才说的，我除了在深入的去研究这些以外，那当然，因为在生活上有的一些改变啊，那所以呢，我现在有比较多的时间或者一些责任呢，需要放在家庭方面，所以呢，我也不能太过怎么说呢，aggressive， 非常很激进的。去好像一天拍很多个视频这样子啦，但是呢，我还是会不断的去尝试更新啦。好像我现在在做的话，那你可能会问，那对，忘了回答问题。那现在我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我过去1个月呢，就用了蛮多的时间啊，都在搞这个 AI 的东西。那我还尝试用 AI 呢来做一个 App， 就是一个命理的工具，来帮助我。那甚至我可以说是取代我自己啦。那为什么会说取代呢？其实因为我发现啊，其实 AI 或者这些人工智能啊，他们很厉害或很会做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最不喜欢，或者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没有更新视频的一个部分，就是不断的可能重复，几乎不断的重复差不多一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啊，那我倒不如就设计一个 App 来帮我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在用了1个月的时间过后。那我终于可以说比较算是完成了我的这个八字的 APP 了。那这个八字的 App 呢，你除了它不是它这个 App 呢不是只是给你看你的命盘，那我也加入了很多我要它去分析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你在里面呢，你除了会看到你的命盘，你也可以。甚至立刻知道你的命盘有的一些特质啊，你的个性啊，你的能力啊，那还有呢，也包括甚至还包括我们要如何看你的大运、你的流年，还有流月。OK， 那我相信大家呢，之前呢也有一些人有来问我啊，为什么这个月份这个3月没有运势更新的？那其实呢，我就是在未来啊，我也是希望呢，这个 AI 的 App 呢，这个 App 呢也可以取代我，去跟大家来分析这个每一个月的一个运程。还有你在每一个月应该要做的一个行动是什么 ？OK， 那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那玩 AI 对的吗？难道 AI 告诉我的东西都是准确的吗？那当然，大家不要忘记，我不是说我做了这个 APP 呢就完全不管它到底在发什么讯息给你们，那反而呢我会去。持续的去观察它到底导出什么东西给你们 ，OK？ 那这个 App 呢，在背后啊，我只是有告诉他的很多的逻辑啊，我要他专注的点啊是在什么。
但是所以呢，他讲的东西呢，其实也是代表我讲的东西，只是呢，他偶尔也会理解错误，或者呢给一些奇怪的建议。所以呢，我还是会不断的持续的去留意他每个月或者每一个流年，他给你们的一些分析啊，流月的分析啊，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说我完全就不存在，或者没有去留意这个 APP 到底在跟大家谈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在近期呢，就是在非常的投入去做这个 app 这样子啦。好，那第3个问题呢，是可能大家也会好奇啊，这样我最近还有提供任何的服务吗？或者有卖任何的产品吗？还是有什么课程吗？因为自从年头的那个启动的课程过后，我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OK， 那其实是有的。那我的个人的1对1的咨询的话，还是有在进行着。那还是会有有人呢会来跟我预约。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是想看你的八字啊，要问奇门的问题的话，或者甚至你要看你家的风水、你办公室的风水的话，都还是可以联络我。OK。那除了这些，我本身呢每一个月啊，其实也是还在写着那一个风水启动的电子报。OK， 那一个呢也是一个订阅的模式啦。你每一个月订阅呢，我就会发一个风水的启动的一个 plan， 就是我告诉你每一个月要启动哪一个方位啊，要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去启动那一个位置的好的能量来帮助你啦。那我还是有这个。那新的话 ，OK， 哦，对，在那之前，我当然还有我的八字课程，我的完整的八字课程。那我现在呢已经有基础的、进阶的，那甚至呢还有一个叫高阶的。那这个高阶呢，我没有公开我没有放在我的页面告诉大家啦。那其实呢，我所有买我之前有八字的课程的话，其实他们都也得到了这个高阶的，就是说，只要是你买了进来，你是我的八字的学生，你基本上就会得到我所有的八字的课程。那所有我要拍，然后我发布的，你们都会包括在里面。OK， 所以你是我的八字课程的学生的话，你们不用担心，我都会持续的去把它完整它。OK， 我会更新它，然后把它完整。好像你们现在已经有基础了、进阶了，还有高阶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三个独立的课程，我都会陆续的去把它完成，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圆满的课程啦。OK， 那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当然都可以点击我每个地方，我的 YouTube、我的social media 都会有连接啦。你们只要点那个连接，你就会看到我完整的一个服务，还有我卖的一些课程啦。OK， 那当然我们也有新的东西啦。那有新的东西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八字的 app。这个八字的 app 呢，我现在设定的一个模式啊，也是用年费的一个方式，就是呢，你们用订阅1年的一个费用来使用这个 app。那当然，它有免费的版本。那免费版本呢，你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命盘，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分析。那如果你要解锁所有的分析，还有你要懂大运的解析、流年的解析，还有包括流月的一个解析的话，那你就要去订阅这个年费啦。那这里呢，先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啦。那这个年费呢，其实是超级便宜了。OK， 那我设定了一个
我是觉得，无论你是在哪里，或者如果你是收入不高还是什么都好啦，你看到这个费用就觉得 OK， 你都很容易就可以刷下去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我价格呢，真的定得非常非常的低啦 ，OK， 因为呢，我也是希望啊，这个因为这个工具呢，对我来说啊，它就是要去取代我的蛮大部分不是蛮大部分，就一部分的工作的一个工具。那我也不想局限我也不想让我自己呢好像变得那么难接触到。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也希望啊大家可以继续用命理用八字的这个工具呢来帮助你在生活里面去帮助你去达到你要的一个目标这样子。那当然，因为我的个人咨询啊，或者我的其他的服务呢，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点啦。那所以我就希望有一个非常低价的一个方式，那让大家呢也可以受益于或者利用更加好的利用这个八字的方式来帮助自己了。OK， 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新的 App 呢，它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很高性价比啦，我只能这样说。OK， 那大家敬请期待，我在正式发布的时候，我会再拍一个视频来介绍这个产品。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聊一下这个频道接下来会干嘛呢 ？OK， 因为我刚才解释了这么长啊，都跟你说我为什么没有拍视频，然后我在专注做的东西在是什么？那接下来呢？那这个频道到底又来干嘛呢？那如果比较少拍视频还是什么的话，那其实不是。我的重点啊，其实我要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频道呢，我会开始去把它做一个转型。OK， 那我可能我不会再拍。那一些我个人觉得非常机械化，或者呢非常重复性的一些内容，我更加想拍的是我真的想讲的东西。OK， 那相信大家，如果你有从以前订阅到，然后你有去上我的课程的话，你其实你会发现啊，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想跟大家讲，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会好像自我局限啊，我会觉得这个视频好像我的频道是谈八字的，所以呢，我不可能去谈其他东西。那可能这个视频是谈风水的，我是不能去谈，好像我对教育的看法，或者对我们的饮食，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其他的看法。